如果你可以睡一觉，醒来时世界已焕然一新，你愿意吗？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敏感，点个赞，点个订阅，支持一下。想象一下疾病、寒冬、战争、衰老，这些人类最头疼的问题，都被一种简单却神奇的方式暂停，没有时间的侵蚀，没有痛苦的煎熬，只是一段深沉的静默，就像冬天里大地沉睡的片刻空白，然后春天来了，一切重新开始。这种能力动物早已掌握，叫做冬眠。但问题是，我们人类能做到吗？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打开那扇生命与时间之间的隐形门？这不仅是一个科幻设想，更是一场关于生存、死亡与意识的深度追问。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人类也能像熊一样冬眠，是不是就能睡过那些糟糕的时光？醒来时世界已焕然一新。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但别急，这个想法其实并非全无可能。在我们的认知里，生命状态无非就是清醒和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但自然界告诉我们，还有一种介于生死之间的第三种状态——冬眠。一些动物，比如睡鼠、刺猬、地松鼠，甚至热带的某些灵长类动物，它们可以整整几个月都处于一种假死般的状态，几乎不吃不动，仿佛时间对他们来说失去了意义。冬眠这个词源自拉丁语 hibernus， 意思是与冬季有关。早在19世纪中期，美国医生布朗就试着给冬眠定下定义。他说，这是一种自然的、暂时的、介于生死之间的状态。动物在遭遇极端天气或缺乏食物时，会进入这种状态以保存能量。如今我们知道，冬眠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普遍。从熊、蝙蝠到某些猴子，它们都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暂停生命。而且有趣的是，哪怕是同一物种中的不同个体，冬眠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给冬眠下一个统一的定义，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大多数冬眠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新陈代谢会明显降低，身体就像按下了省电模式，体温下降，心跳变慢，呼吸减缓，连大脑的活动也变得极其微弱。在电影里，我们常常看到宇航员被冻在特制舱里，像睡美人一样沉睡多年，然后在另一个星球醒来，年轻依旧，毫发无损。这种设定被称作低温休眠，看上去很酷吧？但电影里很少解释他们到底是怎样进入这种状态的，又是如何醒来的。这一切背后的科学机制仿佛都不重要，而现实却比电影复杂得多。即使是最普通的睡眠，我们人类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科学至今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它的本质。若想真正搞懂睡眠，光研究睡还不够，还得看看冬眠。目前来看，这还只是理论上的梦想，我们连动物冬眠的完整机制都没有整明白，怎么谈得上让人类实现呢？更何况，睡眠和冬眠之间的界限还很模糊。如果连假死和入睡的边界都不清楚，我们又怎么敢轻易尝试让人类进入冬眠这种大胆的实验呢？为什么我们又开始对人类冬眠着迷了？因为现实太难了，气候变暖，战争频发，瘟疫横行，疾病无解。在这样的世界里，很多人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能一觉睡过去，等一切变好了再醒来，那该多好。而这正是科幻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当现实解不开的问题太多时，科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比如，冬眠不仅可能成为长途星际旅行的关键技术，还可能帮助病人拖延死亡，等待医学的突破，甚至让我们实现延年益寿。如今不只是科学家在研究冬眠，连企业家、政府、艺术家也开始关注它。不是因为它能带来奇迹，而是它给我们一个等到春天再醒来的希望。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其实冬眠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行为，而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季节性冬眠，另一种叫做日常蛰伏。以石川县地松鼠为例，每年一到秋天，它们就开始疯狂进食、增肥，然后在地下挖好深深的巢穴。10月份一到，就像接到了群起冬至一样，钻进地洞里一睡就是5、6个月，直到来年春天才醒。在这段时间里，它们体温可以低到0度以下，心跳和呼吸也可以降到几乎停摆的程度。如果不是你亲眼看到它还能醒过来，
恐怕真以为他死了。所以说冬眠是一种假死状态，也就不奇怪了。相比之下，日常蛰伏就轻盈得多。比如短尾侏儒仓鼠，它们不是一睡几个月，而是在天气冷时，每天偷偷懒几个小时，体温降到20度左右，毛色也会从灰棕色变成白色，像披上了雪地伪装衣。这种状态持续时间短，但是能量消耗上的节省却非常有效。那么动物为什么选择冬眠呢？说到底，冬眠是动物对自然环境做出的聪明反应。当食物短缺，白天变短，气温骤降，它们就不得不选择一个熬过困难时期的生存方案。有的动物会选择减肥节能，有的则疯狂囤积脂肪，还有的甚至会把食物藏在地底下、树洞里，精打细算地度过寒冬。有趣的是，如果动物提早醒来，但外面的世界还没春暖花开，那它们可就麻烦了，因为既找不到食物，又没有体力再冬眠，只能悲剧收场。所以它们必须精准地设定闹钟，冬眠多久、何时醒来，全靠体内一套极其精密的生理机制。科学家还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让小鼠在跑轮上劳动来换取食物。一开始它们干劲十足，但当任务越来越难时，需要拼命奔跑才吃得上一口饭时，鼠鼠们就会果断地躺平，不跑了，直接开启蛰伏模式。这并不是偷懒，而是聪明的能量策略。与其拼命卷，不如降低代谢，节省资源，才是更稳妥的生存之道。早在2战前后，有位叫普罗克特的科学家连续3个冬天研究刺猬，他发现吃得好、营养足的刺猬反而进入了更长、更深的冬眠状态，并成功熬过了寒冬。这跟我们想象中有吃有喝就不用冬眠的逻辑刚好相反。如今我们知道，刺猬其实不耐乳糖，但即便如此它们依然凭借良好的能量储备，撑过了最艰难的时光。现在研究认为动物体内有一套新陈代谢时钟，它会根据能量水平、光照变化、气温等多种信号，决定是否进入冬眠。这个系统非常灵活，但也极其敏感，哪怕是1-2个因素出了问题，都有可能让动物判断失误，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随着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环境变化，一些物种可能正在逐步失去冬眠的能力。这不禁让人思考，我们的祖先是否曾经也有某种形式的冬眠技能呢？那冬眠的本质真的只是为了过冬吗？其实未必科学家们现在倾向于认为，冬眠不仅仅是为了抗寒，它更像是动物应对各种环境危机的万能钥匙。比如森林火灾、极端高温、暴风雪，甚至像陨石撞地球这种灾难，冬眠都可以成为避难所。说得夸张一点，或许正是因为某些古老的哺乳动物能冬眠，它们才能逃过恐龙灭绝的命运，最终演化成了我们。当然，在科幻作品里，冬眠被赋予了无限可能，跨越时间进行星际旅行，节省资源，甚至用来冷冻敌人。这听起来很不真实，但也正因为现实难以解决问题，我们才更渴望通过这种方式睡过危机，醒来时世界已经改变。而研究表明，冬眠能力和寿命之间可能还存在某种关联，能冬眠的动物往往也更长寿。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真正破解了这些机制，冬眠不再是动物的特权，而成为人类面对极端困境的一张底牌。那人类真的能冬眠吗？是不能还是不需要呢？虽然许多动物都能轻松地进入冬眠模式，但我们人类却似乎被永远地挡在了这扇假死门之外。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这个谜题，但答案仍然游走在科学与科幻之间。为什么唯独我们人类没有这项技能呢？未来又没有可能打破这个限制呢？想象一下，冬眠状态下，身体的温度降低，代谢减缓，整个人像是按了暂停键一样，沉睡数月，醒来时身体无恙，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听上去像是某种魔法。但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生理结构并不允许这种暂停。人类的生理参数范围很狭窄，像体温血压、心率这些指标，稍有波动都可能危及生命。除了睡眠，我们几乎无法自然地进入其他低活跃状态。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潜力实际上，人类一直在主动探索各种改变状态的方式，比如通过冥想、冷冻疗法、服用迷幻药，甚至控制呼吸和新陈代谢我们在不断地挑战身体的极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不需要冬眠，是因为太聪明了。我们可以点火取暖，用电供能，盖房子御寒，穿衣服保暖，随时获取食物。
这些技术手段已经代替了冬眠的生存意义。讽刺的是，正是我们先进的大脑和科技，让我们逐渐进化的失去了这项原始的能力。尽管现实不允许，人类对冬眠的幻想却从未停止。从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到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臭虫，再到刘慈欣的三体，还有道尔的冬眠，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冬眠几乎成了穿越时间、探索宇宙、延续生命的终极手段。人们热衷于构想这样一种未来场景，但我们无法解决某些问题时，比如疾病、资源枯竭、星际旅行，冬眠也许就是那扇临时关闭痛苦的大门，在里面待一会儿，等外面的世界变得更好了再醒来。回到现实，当然科学家们并非没有尝试过人为的复制冬眠。上个世纪50、60年代，医学界曾掀起一股研究热潮，一位名叫拉伯里特的法国外科医生是这一领域的先锋人物。他在观察到动物在冬眠期间能承受更多创伤后，开始思考，如果我们能人为的抑制人体的神经反应，是否就能帮助病人在严重创伤或手术中挺住？于是所谓的冬眠疗法应运而生。它的基本逻辑是让身体进入一种应激反应被关闭的状态，从而减少对创伤的损伤反应，帮助自我修复。1955年，医生科尔夫在一次演讲中描述得非常直白，人工冬眠就是试图模仿自然界中的冬眠动物，这些动物在冬眠时对重伤和感染的耐受力极强，这是一次向进化程度较低的生物体状态的逆向模仿。他们甚至尝试使用一种叫溶解鸡尾酒的药物组合，其中包含名为伊丙嗪的成分。这种药最早其实是给染布工人用的，后来才被改成医学药物，进入了冬眠实验。虽然这些尝试最终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冬眠，但他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有没有可能，我们并不是不能冬眠，而是还没有找到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如今，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这些早期的思考正在逐渐转化为更具体的实践方向，比如用于心脏骤停、严重创伤后的低温治疗，其实就是把身体慢下来，为抢救争取更多的时间。或许未来某一天，我们真的能让身体像地松鼠一样关机几个月，醒来时不老不伤，恢复如初。而这种能力也许将成为我们应对太空远行、环境崩溃甚至生命延续的终极工具。如果你对星际旅行、太空探索或是前沿生物医学感兴趣，那你一定听过人工冬眠这个概念，就是把人类像电影《星际穿越》或《阿凡达》里那样冷冻起来，然后在旅途终点或治疗完成后唤醒。听上去像是幻想，但科学家们确实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们试图通过各种药物组合、调控体温和新陈代谢的方式，制造出一种类冬眠的状态。也就是说，不是让人彻底昏迷，而是进入一种极度低耗、低反应、近似沉睡的状态。在这些实验中异丙嗪这类药物成了焦点。它是一种多面手药物，能影响多种神经递质的活动。简单来说，它可以抑制兴奋、降低觉醒、减缓反应，让人进入一种近乎脱感的状态。最初，这种药是从染布用的染料中发展出来的，后来被发现有抗过敏、抗寄生虫的作用，最后才进入了心理医学和冬眠研究的领域。它的商业名称也很有意思，有的叫 Lagrate， 意为作为广泛，有的干脆直接取名 Hibernate， 仿佛就是为诱导冬眠量身而作。但这种状态并不温柔，受试者往往变得昏昏欲睡，面无表情，四肢乏力，容易发冷，嘴巴干燥。虽然他们表面上看上去像睡着了样，但一旦刺激，他们仍然会有本能的反应。那为什么曾经风靡一时的人工冬眠后面被冷落了呢？其实，在一些危重症救治中，人工冬眠的确曾展现出惊人的潜力，尤其是在无法控制的出血、感染、休克等极端情况下。但随着技术逐渐普及，它也曾被滥用于一些并不严重的操作中，比如支气管镜检查等，逐渐失去了黑科技的神秘光环。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也引来了学界的强烈质疑。1966年，一位医生阿尔弗德·亨德森发文指出别把低温技术误当成真正的冬眠。他说，冷血动物与冬眠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别太大了，目前的低温技术还远远达不到真正模拟自然冬眠的水平。再加上一个乌龙的进展，伊丙嗪作为抗精神药物在精神科领域大获成功，
研究者们的注意力迅速从诱导冬眠转向了更为现实的精神疾病治疗。冬眠研究就这样渐渐淡出了主流舞台。虽然人工冬眠没能实现当年的科学幻想，但它留下的思路却十分宝贵。我们意识到，降低体温加抑制代谢，或许真的能延缓衰竭、保护神经、减轻创伤反应。这一点已经被应用在现代重症医学和外科手术中。未来的关键也许不在于用药物把人麻倒，而是能否找到一种更精准的调控方式，让人有意识的、安全的进入冬眠状态。比如通过调节基因、控制体内的生物钟，甚至用纳米技术直接调配细胞代谢。设想一下，一个心脏病人在救护车赶到前就自动进入了冬眠，减少血液流失；一个宇航员在飞往火星的途中一睡3个月，醒来时毫发无损。这些都不再是只能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的场景，而是正在被一步步推进现实目标。我们前面聊了那么多关于冬眠的可能、历史、技术尝试，可这一切仍然像是在摸黑前行。人工冬眠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成为临床上的主流技术，但它确实像一块投石，激起了整个医学界对人体极限状态的重新思考。这些研究虽然没能直接让人睡3个月再醒来，但却给我们新的启发。或许真正的突破并不是复制冬眠，而是重新定义人体的可调状态。为什么人工冬眠研究进展缓慢？说白了就是2个字：复杂。目前我们对冬眠的生物机制还了解的远远不够，像是冬眠如何被启动，如何被终止，大脑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经历了什么，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标准答案。尤其是在大脑层面，我们发现有些特殊的神经元群和能量探测网络能够监控身体的状态，调节体温和新陈代谢。科学家甚至已经在老鼠身上开启或关闭过类冬眠状态，但离在人身上实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有个有趣的发现是，很多冬眠动物其实是从睡觉开始进入冬眠的，也就是说，睡眠很可能是通往冬眠的入口。那问题来了，睡眠何时结束呢？冬眠何时真正开始呢？这是一个模糊的过程，就像我们不知道人是怎么从清醒进入梦境，科学家也说不清从普通睡眠转为休眠的确切界限。甚至有研究者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睡眠可能就是一种被打断的冬眠。想想看，我们的祖先是不是在进化过程中学会了适时的刹车，只进入轻微的恢复状态就是睡眠，而非完全的停机冬眠。这或许也是人类控制生理结构、提升适应性的一个关键。冬眠动物看起来像是在熟睡，其实它们的大脑活动截然不同。睡眠时我们的大脑仍有复杂的电活动，比如快速眼动、梦境状态等。而在冬眠中，脑电波会大幅下降，有时甚至趋于一条平线，科学家们称之为等电位状态。这和昏迷、深度麻醉甚至脑损伤时的脑波状态非常接近，但这并不代表动物的大脑就是死机了，它们仍然可以对某些刺激做出反应，只不过以一种极其缓慢而微弱的方式运行。这种状态有点像神经系统在回到出厂设置，和早产婴儿、新生动物甚至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神经元网络表现出的模式非常相似。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问题，在如此接近沉浸的状态下，大脑是怎么做到保持警觉的呢？这是一种生物学悖论。按道理说，代谢几乎停了，脑波几乎没有了，生物体应该是完全没有反应的，但事实却是，只要你打扰到它，比如测量体温、触碰身体，它们就能立刻惊醒。这说明冬眠并不是彻底的关机，而是某种极其精妙的待机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下，隐私和安静就是他们的安全罩，哪怕是一点点的干扰都会打破这种平衡。所以在研究冬眠动物时，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采用非接触式远程监测手段，因为观察本身就可能改变它们的状态。那冬眠研究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首先，对于重症监护与创伤抢救，我们或许能用低代谢来延长黄金救治时间。其次，对于航天任务与极端环境生存，冬眠或许能帮助人类打破时间和资源的限制。还有就是对于理解人类意识、梦境甚至死亡边缘状态，冬眠研究可能为我们打开新的认知之门。更进一步说，能否进入低活性状态而保持生命功能，
也许正是未来人类科技能否走向深空生存极限的关键指标。几十年前科学家们注意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冬眠动物并不是一睡到底的。北极地松鼠的体温记录揭示了这个秘密，它们每过几天到几周就会在冬眠中短暂复苏一次，体温升高，身体苏醒，在过上几个小时的正常生活后又重新坠入沉睡。科学家们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常温唤醒。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动物在苏醒的这几个小时里并没有立刻出去觅食或活动，而是继续睡觉。是的，你没有听错，他们从冬眠中醒来只是为了补觉。这让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冬眠也许不是为了代替睡眠，而是与睡眠并存的另一种状态。低温低代谢的冬眠并不能完全取代大脑对真正睡眠的需求。像诸如仓鼠这样的日间冬眠动物，当它们从短暂的低温待机中苏醒后，也会进入一段非常深层的睡眠状态，几乎跟人类被剥夺睡眠几天后的反应一模一样，极度疲惫，必须睡回去。这说明一个残酷的事实，冬眠不等于休息，而是一种生存手段。它帮你省电，但不会帮你恢复。它让你熬过冬天，却不保证你的精神饱满。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科学家猜测，冬眠可能会打乱大脑中的突触平衡或代谢节奏，所以动物们需要补觉来修复神经系统。那么冬眠会让动物失去记忆吗？这是个关键问题。既然冬眠打乱了大脑的节奏，会不会导致它们醒来后不认识别人呢？研究显示，比如欧洲地松鼠在几个月的冬眠之后，仍然可以记得之前熟悉的同伴，也就是说，它们的大脑只保留了最重要的信息，其余的似乎被清洗掉了。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可能就是未来人工冬眠实现的关键线索之一。它让我们相信，人类有可能在保持核心记忆的前提下，安全地暂停生命，甚至还可能利用这种状态重置神经系统，治疗某些脑部疾病。如果说睡眠是每天一次的小型修复，那冬眠就像是一场彻底的关机维护，它让生命暂停，代谢几乎为零，呼吸心跳慢得无法检测，大脑活动降到谷底，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但它不是死，而是一种近乎假死的生存方式。在冬眠中，生物体放弃了主动控制，放弃了生存斗争，融入环境，消失在世界的背景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消失的干净，反而越容易活下来。这让我们开始疑惑，冬眠是否就是生物体对死亡的一种高阶伪装呢？就像某些动物在危险来临时选择冻结或假死，而不是逃跑或反抗。也许冬眠正是这种本能反应的终极形式，不是装睡，而是装死；不是短暂静止，而是深度转换。我们总想把冬眠分析清楚，它的机制、它的原理、它的数据，但也许正因为我们太过于执着于测量那些看得见的部分，反而错过了冬眠的真正奥义：消失、断联、融入和放下。也许我们不是不能冬眠，而是还没有到必须冬眠的时刻。当有一天环境恶劣到再次无法用电、火、科技维持生存，我们是否就会激活内在的祖先程序，用人类自己的方式进入那种深刻、彻底的静止状态？也许冬眠的潜能一直在我们体内蛰伏，只等世界按下那颗名叫极限的按钮。冬眠是自然对时间的抗议，是生命对死亡的回避，是存在对消失的妥协。它不只是动物的本事，更可能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而我们唯一要做的是继续倾听那场从未真正苏醒的沉睡，它让生命隐身，让时间停摆，让存在降到最低，却保留了一线不灭的可能。在这几乎与死亡无异的状态中，生命完成了一次逃逸，逃过寒冬，逃过伤痛，逃过生存的折磨。也许我们人类之所以迟迟不能冬眠，并不是缺乏能力，而是缺乏理解。因为我们太过于执着于活着的样子，反而忽略了消失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活法。未来当我们不再依赖机器来维持体温，不再借助科技去抗造环境，而是学会像动物一样顺应自然，调控自我，那一刻真正的人类冬眠或许才会诞生。不是被动冻结，而是主动选择让生命暂停，为了更深的重启。也许我们距离人类冬眠这一步还差一个未知的神经通路，或者一个还未被发现的生理开关。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对生命本质的不断探索，我们终有一天会真正掌握那道让时间暂停、生命等待的神秘密码。
到那时，我们不再只是旁观动物的冬眠传奇，而是亲手开启时间舱门的一员。